你能想象吗？9.95升的体积，塞进去了9950X 3D 加上5080，240水冷，加上个1300瓦的电源。好，我们来挑战一下1000帧的瓦罗兰特。好像只有800-900帧啊，不过没事，已经很强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很久我没有去做 ITX 的装机了啊，这是我的朋友Kevin 于总的 Form 的 T1的机箱。说来呢也是很惭愧这只银黑撞色的 Form T 是去年9月就收到了，一直搁置的，没有出视频直到今年的5月初总算能腾出手去构思一下了。那最近呢，华硕的 Tony 和海运官方其实都有去发这个 Form 的 T1 机箱的装机视频，不过他们都是以显卡为重点确实你去塞个5090公版，甚至是 RTX Pro 6000是很刺激的。但是 CPU 呢，用一个下压式的风冷去搭配，就有些过于侧重显卡了。而且体积上来说6升左右的机箱它都能做到这样的，所以说对于一个快10升的机箱去这样装就不太好玩了。所以说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 ITX 机箱去硬塞水冷的折腾体验。这再多聊一个八卦，就细心的观众应该能发现搜 Form 的 T1 会有2个官网分别挂着 V2.1 和 V2.5 2个版本。简单说就之前 Form 的 T1 负责机箱设计和生产的 Kevin 于总，就我们叫 Sweetfit Cat， 和之前负责销售手里有 NKS 品牌的娃哈哈3602个美籍华人呢，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家了。那之前 Form 的 Work.com 的销售网站呢就被娃哈哈360转到他自己的 NKS 品牌下了，他找人做了，其实应该叫 NKS T V2.5 版本。而设计和生产的 Sweetfit Cat 又重新弄了 Form 的 T.com 的官网继续经营的 Form 的这个品牌，并且把 Form 的 T 更新到了我们手里的这个 V2.1 版本美国贴吧去评价就是 V2.1 会比 V2.5 的公差要更小所以说虽然 V2.5 更便宜，但是作为抠细节的强迫症患者呢，自然还是更倾向于 V2.1 版本。连 Tony 在视频里面把他闲鱼买的 Form 的 T 的 V2.1 版本结果视频里的官网挂错了，成了 NKS 的 V2.5 版本。一般人那就更难搞清楚这2个版本的区别了。那大家对这个内幕八卦有兴趣的话后期我也可以请 Sweetfit Cat， 也就是 Form T 的设计师做期聊聊品牌分家背后八卦的视频。那说回机箱本身Form 的 T 能够同时塞下标准版 ITX 版型加 SFX 电源，加上325毫米的显卡，加上240水冷。按理说这个硬件的选择范围是很广的，但是呢，好死不死遇到了2025年年中这个时间节点，14代酷睿和 Ultra 2代是一用就要挨骂那么只能去用锐龙的9000系列。但是我们5月初立项的时候呢 ，AM5 平台的 ITX 的板子明显是偏少的，公认规格最强的华硕的 X870i，3500块的价格有点小贵了用不起，我们也搞不到呀。微星出新品慢的像乌龟 ，B850i Edge Tile 直到6月底才正式开卖。华擎的 B850规格诱人，但是也搞不到。英特尔就更是重量级那整个 AM5 平台它就没有出 ITX 的版型，所以嘛 ，Gigabyte X8770i Aorus Pro S， 那就用这个吧。比 ROG 要便宜1000多块钱呢。
那我们也请后期将配置打在公屏上面。ITX 紧凑主机天然呢就比较难装这里分享一些细节吧。那在官网 formt.com 设计师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前端页面来解释机箱的模式调节。那 A4 的背靠背结构中呢 ，CPU 散热器会和 GPU 散热器互相的抢空间。那对此，T 的解决方法就是每0.25槽一个可调的档位，让用户选择 GPU 的厚度，并且每个档位也都给了一些典型的硬件搭配的实例，算是非常贴心了。T1是一个蛮贵的箱子，所以说配置不能差视。9950X 3D Gigabyte X870i 那支旗的6000 C36 3件套安排上。我们在之前的 AM5 主板的锐评中就说过就是 X870那只推荐 ITX。那这波呢算是知行合一了。X870i Aorus Pro Ice 通体是银白配色，那正面除了个别芯片和 CPU 插槽之外呢，能给白色的都安排了。不谈好不好看，那起码诚意是很足的毕竟这几年主流消费者的审美退化的厉害，那只敢选黑白两色来作为这种完全不犯错的搭配。那这张板子是10寸的 PCB，8+2+1项的110安的供电，规格是很漂亮的不妨来实测一下。开放平台加上360的水冷，且无气流给到 MOS 做辅助散热的极端工况下呢，让 R9 放开了跑。X870i Aorus Pro Ice 带16核心的9950X 3D 也是顺利的顶住了30分钟的 R3 的烤机，过程中的点击功耗为208瓦 ，CPU 频率在5.1G 左右，那最终跑分45279，使得 VRMOS 的供电模块软显示105度数字挺高的，但是确实扛住了。玉山家里可能华硕比较擅长用纸面规格偏低的供电调教出超模的水平，但是另外两家真的就是半斤八两了。希望呢下半年的微星 X870i 能给我们这些惊喜吧。不过我觉得够呛毕竟两家的规格一模一样。不过数字敏感的观众大概会纳闷就之前在供电更强的 X870E ATX 的大板上能给这颗9950X 3D 的跑分也不过是44428分，怎么到小板上的跑分还更牛逼了？因为之前用的是风冷这次用的是水冷呗。水冷虽然说能够让 AMD 的 CPU 的频率和性能稍微好看点，但也只是稍微按比例来说提升并不大。既然说到散热器呢，也来介绍一下 T1机箱装水冷的细节这几年像散热器厂家主要是在卷360，那相较之下呢，240的产品线大部分都是原地踏步我们工作室也只留了一只乔斯伯的白色的240备用。所以说就凑合一下用下它吧。那装进 T 的时候，紧贴着主板的那一侧必须要去换薄扇那最近的某平台好多低价清库存的这些海盗船的 AF120 Slim 我们编辑也出于好奇买了一对白的，还有配套的短螺丝，想感受一下这款传闻中素质相当不错的薄扇。那既然已经换了一只扇子，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另一侧的标准厚度扇也换上了传闻中很强的九州风神的 FT12。整机装完之后呢，还是30分钟的223，那跑满200瓦以上的功耗甚至因为 VRMOS 附近呢有着风扇的气流那供电的温度都低了不少。不过240水冷这个解热能力终究是有限，你看 CPU 频率5G 都跑不满，这一点都不酷就没法致敬同学了。最终表现为的跑分呢也会衰减一些。不过我们肯定是不建议观众们去真用乔斯伯这个冷牌配 T 的机箱，它的 AMD 扣具是比较奇特的。水管的出管方向呢只有左右可选左侧顶级拉扯，右侧又会长出太多没办法去走管。另外上面的烤机数据也表明了它压9950X 3D 还是有一点勉强。不知道别家的友商有什么更牛逼的型号让我们开开眼。Form 的 T1 的机箱显卡线长是325毫米。假如说你想上5090的话，我们查一下，只有老黄的 F1 公版和微星的万图师2个型号能塞进去，听着就有一些不切实际了。所以说还是要看看5080吧。老黄从407的末期开始呢，就开始推 SFF Ready 的标准，号召各家的 ASA 去做小体积的显卡。那到了5080这一档呢，总算能看到比较多的型号了，华硕Gigabyte微星影视应众都有出。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当然是微星家的硬派式，真算体积的话，它甚至要比5080的公版还要略小一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张过来看看是个什么事。按照刻板印象呢，它比我们手边的5070钛神龙都要小一圈，怕不是散热都压不住吧？那也不至于实际上把它塞进 T1 机箱子里面，直接 FPU 加 4Mark 双烤。这张卡的散热模组是足够压制360瓦的 TGP 的，核心跟显存也就是60-70度，仍然在安全的区间。前一个跑分呢就是个5080，盖中盖应用的水平，全面对标 F1 公版水平了，属于
这卡也有风扇启停，方方面面呢还真就挑不出太多的毛病。那选完显卡到电源啊，虽然说本频道与海运是长期 PY 的，但是既然海运自己都不认为750瓦的电源能去带5080，那我们也就懒得去把他家的 SPX 750翻出来了。而且 SPX 750啊，其实还不是原生支持 ATX 3.0的电源，需要使用老的 Focus 去配一个双8 pin 转10 High Power 的线。所以说呢，这也就请出了酷冷的 SFX 的 V1300啊，白色也跟水冷主板内存啊风扇更搭。因为额定的功率更大呢，电源风扇可能都不见得能频繁的起转的。不过这个电源在模组线接口处啊是有些突出的，侵占了更多的空间。所以说哪怕是用了定制线啊，也和水冷风扇贴的比较紧，理线时啊要花点心思。整机点上之后呢，我们建议在进 BIOS 做2件事情，其一是解开功耗墙和电流墙。X870 iOS Pro Ice 的供电规格啊，虽然是堆的还可以，但是 BIOS 的预设值只给了100瓦的 CATDP， 过于的保守了。窜到烤机中呢，体现为150瓦左右，那这肯定是喂不饱16核的 R9的，需要去手动解锁。我们去到 PPU 的设置中呢，模式选择全手动 ，PPT、TDC、EDC 全部按1000去填。到这里啊，墙就算是解掉了。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继续调一调 Scalar Control、Boost Clock、Override 以及 Curve Optimizer。我们说的 PPU 超频，无非也就是调这些东西罢了。需要提示的是 ，AMD 平台也同样存在因为电压太低就要降频的 Clock Stretch 机制。它大致对标英特尔平台的 UVP 啊，因此大家调完 PPU 呢，特别是调完 Curve Optimizer， 需要务必跑个分去验证一下超频是否有效，因为 Clock Stretch 造成的降频从监控网站里啊是读不出来的。其二是内存 ，EXQ 开好之后呢，再去手动固定一下 U Clock 和 F Clock，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对于 DDR 6000 MT/s 内存来说呢，那实际的 M Clock 是3000，那此时的内存控制器 UMCL 可以是直接同步的，也就是 M Clock 等于 U Clock 等于3000。我们直接在 BIOS 中呢指定好。另外呢，就是 F Clock 手动指定为2000，可以保持3:3:2的同步关系。虽然说 Gigabyte 归为大厂，就哪怕你放 Auto 也肯定会帮你调好，但是这2个比较关键的参数，我个人从来是手动指定，以免产生歧义。其他的话，诸如 Power Down Mode、Gale Down Mode、Memory Context Restore、SME、TSME 之类的功能啊，虽然说对性能有一点影响，但是都不算大，大家就按需调节吧。我知道大家可能还在期待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带宽低延迟的功能啊，那只能说这个功能虽然说5大厂都会去做，但是目前除了IDA64的跑分外呢，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产生其他任何的实质性的变化。而IDA64的所谓内存缓存跑分嘛，你信他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啊，点到为止，我们就不再多讨论了。那很多年去不玩 Gigabyte 家的 BIOS， 那经过几代的迭代微调之后呢，目前这个版本的布局和交互啊都是挺好的。如果说你是手动超内存的发烧友的话呢，大概率会很喜欢他家的菜单布局，因为 VDD 啊、VDDQ 啊、VPP、SOC 电压、VDDIO 这5个超内存会涉及到的电压都放在了一起，就很方便。另外呢，它的风扇控制界面也很好，虽然说它还不能直接在 BIOS 里做 Fan Tuning。功能显示的不如华硕、华擎完备，但是 Gigabyte 和微星一样呢，风扇调节界面是一套统一的页面。在这个界面中呢，既可以通过 GUI 拉曲线的方式呢，可视化的调整转速，也可以直接填数字，精确控制曲线上的关键节点。在交互方面呢，算是最合理的。而华硕、华擎就显得比较割裂啊，那是通过 GUI 直接拉曲线和通过填数字调曲线的菜单放在2个地方啊，反而是不太方便用。那这套 BIOS 的界面啊，从满足 DIY 用户调整硬件的功能、压榨性能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毛病。不过现在用户啊玩过智能手机之后呢，口味都变刁了，他们可能会跟你纠结 BIOS 页面鼠标不跟手啊，搜索功能可能会卡死等非关键的功能。那堂堂的板卡预算家啊，老黄都得给点面子的Gigabyte， 既然来了中国啊，那还是得多练。一波折腾完之后呢，我们进系统啊，那整几个游戏试一试啊，都是4K 高画质。机箱呢虽然说是塞的比较极限啊，但是好在噪音呢倒是可以接受的水平，没有游戏本那么吵。这个机箱虽然说价格不菲啊，但是因为做工确实不错，那 V2.1 版本是常年处于缺货的。随 FitCats 的新品 Form 的 P47这个更小的机箱呢，近期也可能要上了。那个是个用 EU 电源啊更加极限的机箱。
ITX Lab 的 Coco 刚做了个视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评价我们装的这一套 ITX 的主机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点个小赞，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你们简单动分照。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从店铺潮玩客的数码。这里是潮玩客，我是实践，我们下见，拜拜。